全网最尴尬的庆功宴莫过于《奔跑吧》第14季，节目组连发8条动态庆祝自己拿了13个第一，可实际上芒果台全台停播，整个黄金档只有他一个综艺在播，结果拿到了0.27%的高分，而隔壁的5哈6却在大侦探和桃花坞的双重夹击下，开播预约超400万，上线1个月就登顶全年网综榜。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说跑男以前是奔跑吧兄弟，现在是奔跑吧？不仅是因为邓超、陈赫、鹿晗这些元老级嘉宾带走了兄弟二字，更是因为跑男节目组早已变了初心，把嘉宾当成了随时可以丢弃的耗材。反观5哈，节目开播之初并不被大众看好，很多人都觉得这不过是几位老友凑在一起随性玩乐，没有紧张激烈的竞技比拼，也没有重金打造的豪华场景，整体风格平淡朴素，难成气候。可谁也未曾料到，这档起初不被看好的综艺一路逆风崛起，热度节节攀升，口碑与收视双双稳居高位，逆袭势头势不可挡。为何老友随性相伴的5哈能轻松超越大牌明星云集的国民级 IP， 一个天湖开局却把好牌打得稀烂，一个开局唱衰却火爆全网。看过2个综艺近期的节目就能明白，观众爱看的从来不是华而不实的明星作秀，而是主打真实的老友相伴，烟火日常，没有剧本套路，只有真情流露，这才是综艺最打动人心的地方。而最根本的原因是2档节目对待嘉宾的不同态度。现如今的跑男在对待常驻嘉宾与飞行嘉宾上，处处都透着十足的功利感，早已没了早年兄弟并肩的温情，一切几乎都围绕热度和流量权衡利弊，人情味越来越淡薄。对待元老级常驻成员，节目组尽显凉薄与疏离。在邓超、陈赫、鹿晗这些元老级嘉宾走后，仅剩的李晨、郑恺2位全勤元老，如今处处受冷落，海报宣传屡屡边缘化，站位排面不如新晋嘉宾。在一期节目里，白鹿当着镜头以及所有嘉宾的面调侃李晨和郑恺是团魂非常燃的老人家，甚至直接拒绝让李晨上场。郑恺玩游戏失误，得到的不是安慰或鼓励，而是阴阳怪气。昔日霸气的大黑牛渐渐沦为众人调侃的对象，发言时常被打断，组队永远最后被选择。曾经敢拼敢闯撑起节目热度的杨颖，人气下滑后镜头大幅删减，待遇一落千丈。昔日万众簇拥的场面不复存在，当红时百般追捧，热度褪去便刻意冷落疏远，没有丝毫情谊可言。当初蔡徐坤饱受争议时，节目组为了明哲保身，连夜剪辑删减，直接清空节目里所有和他相关的画面镜头。在 Baby 被黑的时候，处境更是难堪，节目里出现他的画面通通打上马赛克，就连嘉宾无意间提到他的名字，后期也一律做消音处理，一心只想彻底抹去他的存在。而对于同样面对跑男的元老级嘉宾李晨和郑恺、邓超、陈赫，在节目内外不回避不切割，照常聊跑男时期的 family 和老同事关系，没有任何打码、消音、删镜头、剪背影等避嫌操作。早前鹿晗直播言行适当，宝石老舅酒后出事引发热议，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以为5哈会立刻剪掉相关画面，刻意疏远避嫌，迫不及待划清界限，保全自身。可节目组非但没有这般凉薄之举，导演更是大方直面镜头，坦诚表态，愿意耐心等候2人静下心来反思沉淀，真心期盼他们早日回归集体。全程没有半句推卸责任，也从不刻意回避争议，就连全员大合照中都特意空出位置留给2人。这般有情有义、不离不弃的态度，和别家综艺遇事就切割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也难怪深深打动无数观众。自从邓超、陈赫、鹿晗3人离开后，不少老观众直接彻底弃剧，一集都不愿再追，反倒对5哈情有独钟，整整6季全程追更，一期不落。大家偏爱他们，从来不只是冲着3人的人气与热度，更多是5哈拍出了综艺本该有的模样，没有人设，真实不做作，就是一群老朋友一起吃吃饭、聊聊天、玩玩游戏、打打闹闹。你要说5哈有剧本，或许确实有，但是嘉宾们完全不按剧本走，这样的真实才是大家最想看的。5哈能够一路口碑热度双丰收，就是因为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发力的感觉，大家慢慢的变成一群很好的朋友，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互怼拆台，可以素颜出镜挤房车吃路边摊，没有前辈后辈的隔阂攀比，更没有暗藏锋芒的阴阳怪气，抛开世俗人情世故，满眼皆是自然流露的欢乐笑点，随处可见治愈人心的温情瞬间。这般纯粹又舒服的相处氛围，自然而然紧紧抓住了无数观众的心。大家追综艺追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场面与流量阵容，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与暖意。一味靠剧本堆砌，看人下菜碟，终究走不长远。唯有以真心换真心，抛开世俗功利，守住最纯粹的相处氛围，才能长久俘获观众的心。